看到萌兰主动摸帅奶爸的脸，才发现阳光开朗的大男孩有多暖心治愈。萌儿看到奶爸后，立马踮起脚尖，给对方一记温柔的摸头杀。这一幕真的太美好治愈了。而这对于懂事的萌儿来说是再寻常不过。当帅奶爸来给好蛋儿加餐的时候，一向礼貌的他还适时回应，用自己的专属比心感谢对方的照顾。身为顶流男明星的他，从来没有恃宠而骄，反而对饲养员们体贴万分。因为看多了徐老爷给自己投喂竹子，这小子还有样学样，经常叼着竹子从铁丝网塞过去送给对方。有次徐老爷给萌兰加完餐，看着外孙可爱的样子，忍不住上手去摸，可惜的是一开始并没摸到。细心的萌儿察觉到对方的失落后，还主动凑上前和徐老爷贴贴。乖巧的萌兰还很配合饲养员，只要看到对方拿起相机，无论自己在干什么都要爬上木架，做出各种高难度姿势配合拍照。前段时间萌兰的主管奶爸突然调岗，宝贝有情有义舍不得对方，平日里喜欢表演杂技的他都没心情整活。这天季奶爸来到隔壁院子打扫卫生，萌儿嗅闻到熟悉的气味，不顾一切冲过去，即便隔着铁丝网也要想方设法见面。然而他可不是为一两根竹笋讨好饲养员，身为哥哥的萌儿对两个妹妹也是照顾有加。当萌宝不小心从铁丝网摔下后，萌兰第一时间察觉到妹妹遇到危险，赶忙来到窗口关心对方，还一个劲咬手用自己的方式哄妹妹开心。直到萌宝被工作人员带走检查卫生，这小子依旧放心不下，还向木叔奶爸演示案发经过。不仅如此，院子里的不速之客小鸟、偶遇的小猫咪，还有萌儿曾经的邻居胖大海，就连黄大仙都是这小子的朋友。宝贝用自己开朗阳光的性格和自己都舍不得的果果，拼尽全力治愈温暖身边的一切。而一向宠粉的萌兰，在喜欢自己的两脚兽面前更是乖巧，宝贝舍不得和粉丝说再见，到了下班时间也依依不舍看着游客们停留好久才肯离开。正当姨姨们为宝贝心碎时，明明已经回家的萌儿还是跑回来宠一波粉，谁能不被萌兰的惊喜治愈到？这天原本趴在木架上休息的他，只是听到游客的一声声轻轻呼喊，这小子直接跨过爬梯越过木桥，还面带微笑出现在镜头中。这一刻姨姨们的心跳都漏一拍，只能说这小子成为心上熊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萌儿真的是最治愈美好的存在。看到奶爸不顾危险靠近刚生产完的抒情，才发现国内饲养员对大熊猫有多用心。由于抒情是第一次当妈，生产前夕她出现了烦躁不安的反应，不仅整日不吃不喝，还一直在院子里反反复复溜达，甚至还对隔壁的邻居很不友好，一言不合就怒吼发出警告。逐渐抑郁的抒情大晚上也不愿意回家，独自一熊在外场耗着。奶爸并没有强迫宝贝回家，而是站在一旁通宵守护辗转反侧的抒情。没多久，抒情又出现弩责行为，疼痛难忍的他扒拉着栏杆，这一声声凄惨的叫声令奶爸心疼不已，他便找来纸箱给宝贝撕咬解压。抒情被分散注意力后逐渐好转，饲养员们经过漫长的等待，熊猫幼崽终于伴着响亮的啼出声落地。虽然抒情是新晋宝妈，但她却用尽全部的精力照顾孩子。调皮的幼崽一个劲上蹿下跳，直到对方好不容易安静下来，精疲力尽的抒情才有喘气休息的机会。即便她的母性很强，但没有任何带娃技巧的她对喂奶很生疏，幼崽一直在饿肚子，从没喝上妈妈的一点母乳。奶爸见状担心不已，为了幼崽的健康，他不顾抒情伤人的风险，也要去产房辅助宝贝喂奶。抒情为保护自己的孩子，看到饲养员进入领地后一开始警觉，奶爸连碰都碰不到小家伙。对于如今的抒情来说，孩子就是他的全部。奶爸看到抒情小心警惕的样子后，并没有抢走幼崽，还拿着盆盆奶温柔地喂宝贝闺女。或许是感受到奶爸的爱意，原本还护着幼崽的抒情允许饲养员接触，还在对方的帮助下成功完成喂奶，足以可见他对自己的奶爸有多么信任。然而奶爸要带着小宝宝去做检查，抒情却抱着孩子一动不动。正是因为父女俩有着充分的信任，奶爸才能不顾危险直接去内舍取走幼崽。幸运的是小家伙的体格非常健康，奶爸将宝贝还给抒情后，看着母女俩温馨相处的画面也倍感欣慰。他将这一喜讯告诉抒情的妈妈英英，看到外孙女出生的视频后激动不已，高兴之余直接吃下一大块窝窝头。只能说奶爸对抒情一家子真的是关怀备至，国内那些默默无闻的饲养员也值得我们关注。看到徐老爷暖心陪内向的胖大海玩雪，才发现国内饲养员有多么称职。只见徐老爷直接拿雪给胖大海洗脸，对宝贝的爱意早就溢出屏幕。那时的福星还是个小社恐，1岁多就离开妈妈身边，独自远赴北洞，可他却在徐老爷的关爱和陪伴下成为社牛。如今的胖大海一言不合就撒娇，一饿肚子就开始转圈圈吸引老爷的注意。正因为徐老爷宠爱孩子，才让他心甘情愿沦为包笋机器，还得时不时的蹲在这小子身旁按摩服务。徐老爷还时时刻刻在意着宝贝。胖大海前几天头顶受伤，还是他第一时间发现，还找来兽医检查。然而徐老爷疼爱的可不只是胖大海，徐萌萌可是他的亲闺女。宝贝1岁多就来到北洞，被对方一手带大，是徐老爷用哄孩子般的细致和耐心，引导萌萌慢慢适应新生活，让闺女逐渐开朗融入北洞这个大家庭。他总是事无巨细照顾萌萌。徐老爷知道闺女喜欢玩雪却懒得动弹，便直接从外场产来一大桶雪，隔着栏杆陪对方玩起来打雪仗。只要徐老爷偶遇看熊猫的游客，
就想方设法拉着对方去看自己的宝贝闺女，还要变着法夸赞萌萌的顶级美貌。他们俩的妈妈叫萌萌，萌萌是那个我们北京动物园长得最好看的一只熊猫。正因如此，喜欢拿捏饲养员的蒙太后会对徐老爷这么温柔，即便被对方摸自己的小肚腩也笑呵呵的。或许是因为萌萌的缘故，徐老爷爱屋及乌，对这群大外孙和孙女们也是打心底里喜欢。萌完经历排年期不舒服的时候，宝贝食欲不振，对什么都提不起来兴趣。徐老爷看着外孙一蹶不振的样子，心疼不已，直接不顾危险亲自去外场投喂。要知道此时的萌萌儿都已经8岁，成年男熊的伤害力极强，但对于徐老爷来说，没有什么比外孙吃饱肚子还要重要。萌儿同样被徐老爷偏爱着，他深知外孙有一段吃百家饭长大的童年，所以对宝贝处处照顾。当院子里的乌鸦偷袭抢走窝窝头后，在远处默默注视的徐老爷担心孩子吃不饱，直接将二小子叫到门口，接连投喂对方好一块窝窝头和竹笋，像对待自家小孩般将食物塞进萌儿的手心里。身为中央空调的他，也为外孙女萌宝驱赶过这群乌鸦，只为小宝能够安静睡个午觉。可见不管是胖大海还是萌萌和他的孩子们，北洞滚滚们都被徐老爷宠上了天。这样的熊猫饲养员才是值得猫粉们尊重的。盘点大熊猫的奇葩躲雨方式，第一种顾头不固定式躲雨大法。这天外场突然下起了大雨，只见蛋烘糕趴在地上，将脸埋在怀里，撅着个圆滚滚的屁股，心想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，只要脸没沾到水就不算淋雨。而花花绯闻男友莽晨晨也是如此，大雨一来立马缩成一个毛团，将脸埋得死死的，自认为超级安全，心想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，能淋到算我输。一个不小心却暴露了自己那又圆又翘的屁头，瞧瞧这形状，莽晨晨就是熊猫界美国队长吧，难怪能成为顶流女明星花花的绯闻男友。很难不让人怀疑晨晨猪的躲雨方式是花花教的。想当初花花和干妈陈圆润在菜花园时，有天外场突然下起了大雨，看到干妈把头埋在木架下，花花小小的脑袋瓜里藏着大大的疑惑，迟疑了1秒钟后，他决定照做，于是就有模有样的将头埋下去。花花心想跟着干妈学准没错，而莽晨晨则是女朋友说的全都对。第二种养蘑菇是躲雨大法，大熊猫龙龙院子里摆放了不少大号蘑菇，聪明的他给每种颜色的伞都做了明确分工，下雨躲红蘑菇，出太阳躲黄蘑菇。这天龙公主在营业时突然下雨，只见她起身直奔另一侧的红色大蘑菇，感受到屁股还在遭受着风吹雨打，龙龙走到伞盖下面，将身子蜷缩起来，听着外面淅沥沥的雨声，别提有多惬意了。第三种俄罗斯方块式躲雨大法。某天外场突然下起了雨，大熊猫丁丁立马起身跑到门口避雨，结果自己的大肚腩还露在外面。只见他挺胸收腹提臀，一气呵成，硬是将自己挤进了狭小的屋檐下。有网友好奇为什么不开门让他进去，只因这小子有点聪明但不多，明明自家大门开着，却偏要去姐姐家躲雨。据说打不开门的他就一直生胖气，最后被姐姐一声怒吼给赶跑了。第四种偶像剧忧郁男主是躲雨大法。大雨哗啦啦，偶像剧男主华丽登场，只见他独自坐在木架上，头趴在手臂里，一脸心事重重的模样，似乎在想自己一大把年纪了也没找到个老伴，每天还得上班打卡，全年无休，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？就让这冷冷的冰雨在熊脸上胡乱的拍吧。不得不说，熊孩子真的太可爱了。网友们还知道哪些大熊猫躲雨方式呢？我卖萌，我吃苦，我为国家赚航母。熊猫界4大顶流究竟谁更能赚钱？第一位四川聚宝盆花花，顶流女明星1个月就能狂赚1亿。五一假期短短5天，就有26.4万游客慕名而来看花花。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的排名，一跃成为全国10大热门景点第2位，门票销量暴涨9倍，达到了惊人的1500万。现在基地每天限6万张门票，未来3个月光是门票就能进账3亿，并且每名游客的其他消费至少在1000元以上。虽然游客大都是排队3小时看花花3分钟，但很多人还是乐此不疲，就连保安都忍不住拿着大喇叭呼喊：看不到花花可以去看其他小熊。还没有看完，后面的怎么办？看一下那个花花。而女明星不仅在国内猫粉众多，就连小日子也注意到花花的明星，甚至还想派去记者前去基地直播女明星日常。结果记者低估了花花的人气，硬是没抢上票。実はですね、今日そのファーファーをもう一回見に行こうとしていたんですけども、実はその午前のチケットというのがですね、完売してしまって、私実は今日は見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す。可以说，花花凭一己之力带动了成都旅游业发展，绝对是熊猫界当之无愧的千亿公主。第二位财阀长公主福宝，凭一熊之力顶办的3星集团，在爱宝乐园熊猫馆一张门票300人民币，福宝则是每天都能吸引5000多名游客，一天下来轻轻松松帮3星赚了200多万。要知道福宝一天只上3小时班，平均每小时就能挣70万，而3星集团每小时才挣140万，可以说福宝绝对是妥妥的财阀家庭。
助，并且福猪猪如今还拥有数千万粉丝，名气直接超过一线爱豆，导致每天都有站姐扛着长枪短炮，360度对着福公主疯狂拍照，给福宝增加曝光度的同时，又给爱宝乐园带来了大把利益。第3位西直门三太子蒙兰，据传言这小子已经把北洞收购了。如今蒙老板的身价高达3000亿，并且当顶流女明星花花还要按时上下班时，三太子早就实现了营业自由。可即便如此，蒙兰还能用北洞5块钱的门票将北洞干上市，而这其中跟三太子的敬业精神有很大关系。前段时间蒙兰每天顶着30度的大太阳，穿着一身貂皮大衣，卖力披着一字马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不能让姨们白花那5块大洋。如此宠粉的萌儿也难怪能吸引那么多游客。不过最近的蒙兰濒临破产边缘，只因远在韩国的爱宝生2胎，猫粉们送上祝福的同时，纷纷将随礼记在了三太子头上。谁让这小子这么有钱呢？第4位日本顶流公主香香，5年时间狂揽539亿日元，约27.8亿人民币，平均每年能赚5个亿。香香是第一只在海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，一出生就成为了全日本顶流明星。为了看一眼香香，日本群众每次都得挤破头的预约门票。而香香不仅给上野动物园带来巨大收益，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。在东京就有一家熊猫主题咖啡馆，每天人数都能够达到爆满。可以说，正是因为香香如此强大的赚钱能力，才导致日本5次延期她回国的时间。网友们则认为哪只熊猫赚钱能力更胜一筹呢？大家你样子好漂亮哦，是个奶娃娃。眼前这只被奶妈夸奶娃娃的大熊猫，正是当年狂奔400公里也要考编上岸的高老爷。高高本来是一只野生大熊猫，2岁时遇到野兽袭击，耳朵被咬掉了半个，全身都是血。幸好保护站人员发现后及时将它带回医院救治。在这期间，都是羊奶爸精心照顾高高，并且还经常教它野外生存技能。等到高高伤势痊愈后，基地决定将它放归野外，但请神容易送神难。羊奶爸第一次来到野外放生地点后，高高一直撒泼打滚，坚决不离开。羊奶爸无奈只能掏出小苹果贿赂他。高高吃饱喝足后，才满意的向山林中走去。结果没几天，他就自己跑回到基地中。看来自己动手还是比不过饭来张口。羊奶爸猜想是放生的地点不对，于是又专门跑到离基地400多公里的地方放生。结果一心考编的高高愣是靠着讨饭，长途跋涉了400多天，重新回到了基地。回来后的高高不仅饭量大增，脾气也渐渐增长，尤其是不能在他面前提2次抛弃他的羊奶爸。高高，羊奶爸来了！基地工作人员眼看这尊大佛送不出去，只能乖乖给他送上了编制。眼看目的达成，为了再给自己镀个金，高高还专门去了美国圣地亚动物园留学15年。归国后的高高虽然已经是一只29岁的高龄大熊猫，但被奶爸奶妈照顾得非常好，像个奶娃娃一般白白胖胖，并且在外留学期间1米1的高高，和他1米7的老婆白云生下了5个宝宝，还遗传下了凭实力考编的基因。高高的闺女苏玲就曾逼哭过野培专家，因为有着一身野生大熊猫血脉，5岁回国的她被钦点为最适合野培的大熊猫，而苏玲也不负众望，前期表现十分优秀。然而当她怀孕生下一只幼崽后，却突然性情大变，每天不是在摸鱼就是在摆烂，任凭可爱的幼崽自生自灭，自己每天倒是活得逍遥自在。专家们担心熊猫幼崽的安危，无奈将母子2熊接回了基地。没想到在外面疯疯癫癫的苏玲回来之后，直接化身温柔慈母。面对她突如其来的转变，专家们直呼自己被大熊猫给骗了。而她的妹妹珍珍也是个奇葩，被专家放归野外后，饿了就直接跑到山下老乡家里吃自助，没事的时候就视察农田，甚至还准备当个村主任。正当差的村主任眼看地位不保，赶紧给基地打电话，让他们马上把小祖宗接回去。最后将专家气了个够呛，连夜将他接回。正是因为高高和他2个女儿的奇葩操作，让专家们直接将高高家族拉入野培黑名单。不得不说，高家雄为了拿到编制，也真是煞费了苦心。